葵好像在监视我们。不会的，他只是生气、伤心。若是他想出卖我们，还等什么？我真的想出去跟他说说话。我觉得他挺可怜的。你自己不可怜吗？我要是能顺利逃出去还好，如果让他们抓回来，你也就完了。那倒不如跟我一起走呢。好了，睡吧。等上了船，可就睡不着了。你我在一起的时光太有限了，我怎么舍得在睡梦中打发掉啊？再见面，不知是何年何月，也不知还能不能重逢了。怎么了？我还真留恋这房子，在这里有多少欢乐和忧伤。重要的是，我这一走，就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。有机会我再向海葵解释，他会原谅你的。走吧，时间不早了。走。他怎么还不来？不会不来了吧？不来还不好吗？巴不得呢，白赚了5两银子。快！站住！藏起来！哎，快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这样报答我一片好心，海葵怎么来了？他一来可就麻烦了。你这是……你先别说，我倒问问你，大清早的，你们俩这是去哪儿？哦，我去送送姚云，他自己找了一条可以出海的渔船。海葵，你听我说，我只是待得闷了，想出去散散心。散散心。哼，这么急呀？啊？还偷偷摸摸的，你又不帮我们弄船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你倒怪到我头上来了。海葵也恨他们呢，哼，法不一样。你们若是干光明正大的事，用得着这样吗？有什么不正大光明的？他早就提出要回去了啊！你也答应给他弄船的，
再说了，你也有这个能力啊。这是不假，可是你让他带走了什么，你最清楚。你别疑神疑鬼的，我们什么都没带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再胡说八道了。姚云，快走！姚云，快走！姚云，快抓住他！大人，快动手吧！姚云，快走！海葵，海葵，别管世事动，追姚云去！你可千万不能害姚云呐！你们可是情同姐妹啊！快！我，快点！站住！我是高平人，早年在海上贩货，往来东西洋，不知遇到过多少次台风、飓风。跟我一起下海的人呐，10几年中10有8、9都死在海上了。我命大，我也在于琢磨，什么风潮土俗、地形险易、风雨雷电，我都用心记着。这都是我历年来对海上风信潮汐做的笔记，时间久了也就摸到了一点头绪。啊，老天爷大海还是有准儿的。什么时候有台风，什么季节风平浪静，不说年年一样，其实也差不多啊。我们渡海平台需要的就是这个呀。告诉我，什么风向出击为最好？姚志台也请了一些风信专家，他认为冬季出击，也就是说趁北风出击为最好。不行，北风凛冽，非人力所能左右，北风迅猛，容易把船队吹散。还是南风较温和，船容易编成队列。那要是我们攻打澎湖呢？趁北风出击也不利嘛。若乘南风出击，姚大人说了，澎湖列岛只有娘妈宫可以泊船，也是有道理的。不对，澎湖列岛大小岛屿36个，据说只有娘妈宫、西屿头、北港、八兆4号北风可以停泊战船。若乘南风出击，不但有山有雨的地方都可以停船，黑沟、白洋也可以停船，这就有利多了。那就是说，6月份也可编队出征了。夏至前后20多天，风微夜静，海水平如练，澎湖各岛随处可以停船，这是最佳时机。不过，自古以来，6月的天气，在澎湖一带有一种说法，叫做5日和风，就是说5天以上的好天气的机会并不多，必须抓住战机。好，陈昂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有底了。记住这些，你这本风信册子留在我这儿，我要再仔细看看啊。钟义豪，你不认识我吗？对不起，这不是傅大人吗？不到万分紧急关头，我不会亲自抛头露面来见你的。出什么事了吗？姚云走不了了，想跳海自尽又没有死成，被抓回来了。我估计凶多吉少。你得做最坏的打算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谢谢你来告诉我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那海防毒落到他们手里了吗？听说姚云很机灵，看见大事不好，就先把海图扔到大海里去了。洪旭指挥士兵捞了很久，只捞出了一堆烂纸。好，这就好。昨天晚上，姚云反复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这不是应验了吗？早知如此，还不如……世宗，此刻不是后悔的时候，得想想办法。我之所以提出乘北风进兵，是因为寒冷月份正是天晴水枯季节，可兵分2路，你我各领一路，一路攻打澎湖，
一路从台湾的北面强攻淡水，这是出奇制胜之策呀。姚公啊，攻打淡水完全没有必要。那里敌人的设防很弱，其兵力、首府都在台湾的南部。澎湖是台湾的门户，门户一开，互破唐威，我们便可长驱直入。施大人若是执意攻打澎湖，请便，我只求待偏师攻打淡水。淡水不可小视，取淡水，沿淡水河上溯，一路上可恩抚吐蕃，结阵而进，向南面压过去。正因为是敌人防守薄弱之地，才可以先声夺人。这对施大人攻打澎湖也是个支援呐。姚公啊，那事实上是行不通的。敌人一旦发觉，会在大山里设兵埋伏，我们连周旋的余地都没有。还是应该先攻打澎湖，只要把澎湖拿下来，我们就取得了一半的胜利。大兵压境，敌人会喘不过气来的。那个时候再谈招抚就容易多了。若过了冬月，没了北风，就不能再攻打淡水了。两路进攻也可互相声援嘛。要攻打也得等到5月、6月，风信之南北，海盗之从尾，我都打听遍了。趁白日指风攻打为好，夜晚风涛猛烈，难以泊船，周师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。若乘南风，即使当日不能夺取泊船的岛屿，夏天风平浪静，可以缓冲一力再战。姚公啊，不要再坚持了，再坚持会出大乱子的。莫非姚公坚持兵分两路，是怕我施琅专征吗？这不是怕不怕的事。施大人不是已经上奏书力请专征了吗？姚公，你我之间本不存在芥蒂。军饷之事虽然有人做了手脚，我是最怕掣肘贻误战机。即使我施某人专征，姚公你也是功不可没呀。扯远了，扯远了。既然施大人执意要攻打澎湖，齐生不敢苟同，看来只好请皇上定夺了。姚公啊，你不生我施某人的气，我就放心了。哼，都是为皇上当差，本无私欲，不存在隔膜。我说你呀，又在写什么奏折？你非得激怒皇上，得罪同僚啊？未曾出师，意见分歧。我主张5、6月份趁南风进军澎湖，姚启圣却非要趁北风即刻出击，并且兵分两路。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我想不出来。兵分两路，他就可以独统一路；若兵分一路，岂不是由我独专了吗？他就没事干了。他这么大个总督，这么小心眼儿啊！他又是文人出身，领兵打仗并非他的长处，他硬要吃这个苦，这是为何呀？为公。也难怪啊，他与海贼周旋了20多年，现如今眼看大功垂成，却没他的份儿，他能心甘吗？你这个人也真够怪的，明明知道他要什么，你也理解他的苦衷，却又偏偏跟他作对。吴启觉在皇上那儿为你争得了提督同征权，为你去掉了3个累赘，你还要上书，那能不得罪他吗？我知道，我扮演的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角色，可为了实现我的对台方略，必须由我一个人说了算。至少在福建，在平台这件事上，一定要打破以满之汉、以文治武的陋习。再说，我是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皇上，我不怕得罪任何人。我相信姚启圣迟早有一天会理解我施琅的。那好吧，你就上书吧，看看这回你还会不会那么幸运。哎，当今的福建，什么事能大过平定台湾呢？我听说水军军心有些不稳，大人听说了吗？不会吧？施大人治军有方，
上任之后雷厉风行，福建水师很见起色呀。福台大人，没听说水师拖欠3个月饷银的事吗？这有耳闻，不知实情啊。前些天闹得沸沸扬扬，目前又风平浪静了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我没想过。筹措饷银的事，责任可在你巡抚啊，跟他水师提督无关。他只管带兵打仗，可我听说所欠的10几万饷银不但补上了，而且还加了饷。哪儿来的银子？你给他筹银子了吗？那他哪儿来的？我听说他是动了自己的私房钱，前2天又打发女儿阿曼回京去把宅子卖了，他掏的是自己的腰包啊！他这个人一贯这么做，这不是公然的沽名钓誉吗？话不能这么说。我给你看一份折钞，这是一个京城里的朋友托人捎来的。他能有这样的好心吗？欠饷、船舶、炮药不足，这可都是你我的责任呐。我们平时把平台灭贼喊得震天响，到头来却是捉襟见肘。侍郎在上书里不用添油加醋，也不用点你我的名字，你我就吃不消了。可是侍郎在上书里非但没点你我的名字，反倒说他上任后使水师枪械、船舶齐备，水师训练有素，士气高涨。我想，这不只是给你我留面子，还是顾全大局呀。他为了支付饷银，掏自己的腰包，一声不吭。这样的人，可谓难能可贵呀。也许这正是他包藏祸心之处。他是小忍大不忍，他既有如此的亮节高峰，又5次3番上奏书，要求台湾的专政权，把我们都抛开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事我也有气，可是我是拖欠了饷银，不是府库里没有，而是喇哈大将军有意要给施琅点颜色看看。你也是知道的，我没这个胆量。喇哈达可以不把施琅看在眼里，可他不能不把吴启觉当回事。你不也说吴启觉是皇上的代言人和监军吗？前几天吴启觉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呀。他说什么？施琅不是把吴启觉看作是稻田里吓唬麻雀的稻草人吗？吴启觉说，这稻草人有时也能把麻雀吓死。这不是话里有话吗？是啊，他快成施琅的东床家具了。你看，原来是将军、都、府提同征，吴启觉进了一次京，皇上就变了，改成都提同征。你敢不把稻草人当回事吗？姚大人，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。施琅把我们一脚都踢开了，不过事情还没有完结，他又连上了2道奏书，要求把你也踢开。这样的人，你还要替他说话吗？退一步说，皇上真的下了谕旨，允许施琅一人专政，难道你我就可以拆台不配合了吗？那怎么会呢？平定台湾是为朝廷办事，不是为他施琅卖力呀。这就对了。因此，你不要抱喇哈达的粗腿，没用。一旦贻误战机，皇上是要拿你试问的。喇哈达又不管筹办军饷的事。好，我尽快求其欠款，给施大人补过去。顺教。公主。哦，是傅大人。公主，又去宫里去见太妃了吧？嗯。真是个有心的孩子，怪不得太妃这么喜欢你。
傅大人，你这是要进宫吧？啊，我这是专程在这儿等公主的。等我？对呀，有什么事要谈吗？有点小事儿，不过这里说话不太方便。哦，那待会儿去白房子里跟我说吧。好。嗯，告辞。告辞。进。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你一个年轻标致的女孩，细皮嫩肉的，我真不忍心给你动刑。不过，你要识时务才行。姚云，你听到没有？劝你识时务点。说是谁指使你往外送土的？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就不要再替别人当替罪羊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也不知道你说的图是什么，更不知道我给什么人当了替罪羊了。你是抵赖不过的。你说你不知道那张图，那你扔到海里的是什么？你们不是捞起来了吗？不会自己看吗？我在问你呀。我不是说过了，是我平日里写废了的几句诗，丢在自制楼里。哼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，你画的是澎湖海防图，是送给清廷来剿灭我们的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定罪就是了，何必来问我？我们是可怜你，不忍心看着你香消玉殒。只要你供出幕后指使人，我立刻放了你，并送你回家。我编一个行吗？编一个？你编谁？就是你冯大人。哼，你这小贱人！你敢戏弄我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哼，落在你们手里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请便吧。哼，我不让你死得痛快，让你生不如死。给我上刑！上簪子，夹他的手指头，快！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啊！不说往死里的夹！说！往死里夹！使劲！说不说？夹！使劲！快说！
片硬骨头。我和傅大人素无往来，不知你见我有何见教啊？我听说公主在福建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几年前她漂洋过海把你送到父母的身边，你才有了今日公主的身份。据我所知，她的父亲收养过你，也算是你一个恩人吧。怎么，你是来教训我的吗？不，下官不敢，我只是出于一片好心，想告诉公主一件应该知道的事情。至于你怎么去处理，那就不是下官敢乱谗言的。你说什么事？姚银被关进了大牢，性命危在旦夕啊！你跑到这儿来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，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明不明白？你给我出去！啊，那下官告辞了。若是公主有什么吩咐，下官愿意随时效劳。告辞。现在才能说，我平定台湾的水师你初具规模了。我们现在有大乌船70艘，赶增船103艘，还有双帆船65艘，官兵有23000人，可以随时出征。等夏至一到，南风成信，我便可万舟齐发，一举拿下澎湖。不过我看，夏至出兵未必能成。这可是皇上圣旨准了的呀！皇上说让我和姚启圣误将海面情形、贼中情形审查确实，如有可破剿之机，当合谋协律，务实机会，不能再推诿延宕。我最近听说，姚大人正单独召集众国总兵聚集讨论，不像是准备夏至出兵的兆头。他又想干什么？哎，公主来了！公主来了！哎呦，公主来了！公主，哎，我要进去看看姚云。哎呦，真对不起，没有冯爵爷的手令，这谁也不能见呀。这是要犯。你放屁！我告诉你啊，我是太妃打发过来的，你敢挡驾？公主，您先坐，您先坐。要是没有冯爵爷的手令，小的怕是丢了吃饭的家伙。你是信不过我，怕我跟他勾结是不是？哎，不，小的可不敢这么说呀。嘿，谅你也不敢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不过你不能告诉别人。其实告发姚云的，并不是别人，就是我。你说我能跟他里外勾结，同流合污吗？那我不是疯了？是，公主，您可别让小的吃不了兜着走，说几句话就出来，晚上还要过堂呢。好。请。里面犯人听着，有人来探监。这什么味儿啊？你们怎么对待犯人的？公主，您还以为这是你们白房子的味道？
啊，是。床呢？地就是床，这干草就是被子。你以为当了犯人还得像小姐绣花房那么享福啊？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快滚！是滚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给我滚！走吧，走吧。走。姚云，我还以为你真的坐那条小船成功逃脱了呢，可没想到天不保佑你。看来你还有一场牢狱之灾，说不定得把命搭上。哼，这还要多谢公主成全啊！你这怎么说话呢？你这叫咎由自取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别演戏了，我当初瞎了眼，看错了你。我父亲也瞎了眼，救了一条狼。你走啊！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幸灾乐祸吗？你的心愿满足了。不过我看你真正的心愿，永远都得不到满足。我幸灾乐祸干嘛？我没有对不起你的，你还要怎么对得起我？你就差亲手拿刀杀了我了。好，你等着，你已经没有几天活头了。我活一天，心里坦然，半夜睡觉不心惊。你出卖朋友，出卖良心，你睡得着觉吗？今日把各镇总兵请来，就是要商讨进军澎湖方略。本来我主张乘北风进兵，后来施大人又提出夏至左右乘南风进兵。这一争论半年过去了，到如今意见仍不一致，请各位将军各抒己见。大人，从澎湖地形来看，北风偏多。若是乘北风进兵的话，可以攻打各大岛屿，而南风只有本岛的娘妈宫一处可以停泊。如今海贼派重兵把守该岛，倘若一时难以攻破的话，我们庞大的舰船该何处停靠？还请姚大人三思。澎湖在台湾偏北，如我们乘南风去澎湖，取得澎湖以后，无法逆风靠近台湾，势必要等10月小阳再突进取。这几个月我们干什么？吴英，您有何高见呢？在下还没考虑好。我赞成宋总兵、陈总兵的看法，还有一种不得不考虑：乘南风拿下澎湖后，若再要等4、5个月才能再图进取，那得用重兵把守澎湖。澎湖是什么地方？各位都清楚，寸草不生，粮食、柴草都要从金门运送。这一段接济粮草的时日，又恰好是6、7、8月，是台风频发期，接济运送尤为困难。一旦海贼攻击我粮道，就更不安全。因此，末将也主张改为冬季乘北风进军澎湖。经各位总兵一说，我原来力主乘北风进发的信心更足了。回头
我再写一份奏书给皇上。光报国心切不行。既然各镇总兵都力主城北风进发，那自然是从重为要。施琅真的要乘南风而动吗？5、6月的南风，风平浪轻，对他可能有吸引力。可这风起无定时，频频发作的台风，对他也有吸引力。5月3台断海路，海神难耐3台起的天数安排，他也敢漠然视之？近来末将听到一些传闻说，施琅10多年来居书房不出，聚米成土，精研风信海情，也许已经掌握了台风发作起落的奥妙。不可琢磨的施琅，不可轻视的施琅啊！施琅真的通晓台风发作起落的奥秘吗？还是受了什么高人的指点？传闻中，施琅10多年来致力于彭台海潮风信的纠探，当信之不无。可台风发于何时，起于何时，强度多大，持续多久，施琅能完全预测吗？自古瑜伽切有夏至前后，偏非使3台停歇10日之说，可那是神话，那是人们无奈中自安自卫的希冀。施琅会信以为真吗？再说，神话中那个10日是夏至前10日，还是夏至后10日？还是夏至前后10日，谁能说得清啊？上古渔民都不敢冒险以咽气说，难道施琅会以他的水师3万精兵冒险吗？就是施琅为贪功而孤注一掷。倾听皇帝会以其仅有的一支水师与天数作对吗？举止乖戾的施琅，不可轻视的施琅啊！对于施琅的想法，我们只能信其有，不能信其无。施琅原本就是怪才，曾以思谋怪异、屡立奇功而取信于先王。说得对呀，我们不可大意。当务之急，我们应迅速调整布防上的失误，攻防上的弱点，转面北而面南，迅速将战船向马公峪、外安峪、左港、八兆湾期间，可以移动的火炮迅速调往南面诸峪。我们不能光着脊梁等着施琅出拳。没想到酷刑没能使一个小女子屈服，看来他是抱定死的决心了。一个不怕死的人，他是不怕任何刑罚的。不撬开他的嘴，就处置不了施世宗。现在是杀施世宗的最好时机。眼下大兵压境，岛内不少人都想求和，就连太妃都犹豫不决。刘国轩手握重兵，却是从骨子里反对台湾自立乾坤。要是我们能把施世宗一家70多口人斩尽杀绝，把一个个人头给施琅送去，就一定会激怒他。那样我们的人就不会抱有幻想，只剩下打到底这条路。赶紧抓起来杀了算了，要什么证据啊？那不行，那会激怒太妃，会把事情搞砸的。这个姚云，他不是不怕死吗？有一样，他必定怕。哼，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什么？他怕受辱。你有什么好点子啊？他要是再不招供，就当众剥光他的衣服，看他怕不怕。哎，那个金汉臣不是想要他吗？那就当面赏给他。
念，醒来却不见你的剪影，指尖海天相连，相连，相连。我托海鸥捎个信，问候你是否平安。海鸥带回美好的音讯，你给我同意的祝愿，祝愿，祝愿。等到那一天走出梦境，阳光迎接我们的笑脸，哦，一起扑进母亲的怀抱，愿大海的情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。愿大海的情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，永远，大人，快动手吧！眼看大功垂成，却没他的份儿。莫非姚公坚持兵分两路，是怕我施琅专征吗？我是为了江山社稷，为了皇上。哼，你这小贱人，你敢戏弄我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我平定台湾的水师，你出具规模。 5月3台断海路，海神难耐3台起的天数安排，他也敢漠然视之？